盘点积极进化的7只宝可梦。1. 小智的妙蛙种子。妙蛙种子是小智后院里的大管家，负责调和小智后院宝可梦的关系，非常靠谱。可是在有一集中，妙蛙种子和别的宝可梦一样，到了等级都不得不准备进化。小智得知后也是非常高兴，但实际上妙蛙种子并不打算进化，也因为他的格格不入，导致被一起进化的妙蛙草们排挤。当然，小智最后还是尊重了妙蛙种子的选择，而且我觉得妙蛙种子保持原样就挺可爱的，毕竟后面2段进化是真的太掉颜值了，加上这次还学会了草系绝招日光术，总体来说不亏。2. 小智的杰尼龟。小智的杰尼龟从加入到暂时离开都没有进化的念头，而小智也不打算让它进化，其中原因大家也能够猜到，是和杰尼龟军团有关。毕竟杰尼龟作为里面的领头，变成了卡咪龟，就有点对不起这些小老弟了。再加上他曾经和卡咪龟消防队有过节，虽然说最后得到了认可，但这也让杰尼龟对进化有些排斥，而小智就更加不会强迫他了。3. 火箭队的喵喵。喵喵是火箭队的灵魂角色，生平最大的2个愿望分别是抓住小智的皮卡丘和取代板木老大的猫老大。当然20多年过去，他一件也都没有办成，但无论是哪个愿望，喵喵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让他重新受到板木老大的关注。而且猫老大也是喵喵多年来的死对头，无论是没加入火箭队前抢走他初恋的猫老大，还是进火箭队后备受板木喜欢的猫老大，都坏了他不少好事，所以说喵喵是绝对不想变成他最讨厌的样子的。4. 哲野的喵喵。哲野是丰原采油大会的冠军，而他最强的王牌则是很独特的牛仔喵喵。这只喵喵虽然不会说人话，但是会的招式真的非常多，也因为这样，它比起能屈能伸的火箭队喵喵来说，又多了一股高傲。至于它不愿意进化的原因，其实和火箭队喵喵有些相似，但区别就是牛仔喵喵在被哲野收服之前，有过惨败给猫老大的经历，所以在采油大会上，它才会出现失控的一幕。不得不说，皮卡丘输给这只喵喵是一点都不远，意志这么坚定，是真的太罕见了。5. 小光的波加曼。小光的波加曼是只人气极高的宝可梦，当然人气高的仅限于波加曼，毕竟它的2个进化型和它相比是差了10万8千里，而波加曼也是坚定的不进化主义者。早在神奥篇的时候，他就用行动来不让自己进化，甚至是借助瀑布的力量才能勉强压制住，这也让小光是很不能够理解。直到喵喵帮助翻译后，小光这才明白波加曼只是想以最初相见的模样一直陪伴着他，当然了，体型变大也是其中的关键，毕竟这样的话以后就不能举高高了。最后好心的乔伊小姐送给了他们一块不变之石，也算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。6. 小智的木木枭。木木枭应该是小智所有宝可梦里仅次于卡比兽最喜欢睡觉的了，无论是在紧要关头还是对战中途，木木枭总会莫名其妙的呼呼大睡，除非有美食，要不他是真的很难醒。而最离谱的是，在几次和进化型驱射羽枭对战时，他总能以弱胜强，用身上穿戴的草帽接连挡住了好几个绝招，甚至在危机时刻，他还能用羽毛舞立刻造出个羽毛替身，所以说他是自带画皮，那是一点都没错。当然木木枭也因为在训练时吞了一颗不变之石，导致无法进化，但凭借他能随时吐出来的本事，所以进不进化都是木木枭自己说了算。而他不想进化的原因其实也很容易猜得到，毕竟进化后以他的体型就不能躲到小智书包里睡觉了。7. 小智的皮卡丘。皮卡丘和喵喵一样是非常讨厌自己进化型的宝可梦，当然这也是和以前2次输给过雷丘有所关系。最气人的当然是挑战马之士的时候，皮卡丘甚至被直接嘲笑是只小宠物，但这也没办法，毕竟差距摆在那里。而就在皮卡丘住院的时候，好心的乔伊小姐送来了雷之石，提议让皮卡丘进化成雷丘，这也让小智有点动摇，但最后皮卡丘还是拒绝了进化，想要证明自己不进化也能够打败对手。或许是怀着必胜的信念，在第2次挑战的时候，小智和皮卡丘终于一雪前耻拿下了徽章。但到了神奥，这样的问题又一次出现。在被雷丘击败后，皮卡丘躺在病床上，看着熟悉的雷之石，再次面对同样的问题。
真的要进化才能变强吗？最后皮卡丘还是没有用上这块进化石，而是选择半夜跑出去训练。就连火箭队也都知道皮卡丘是绝对不会选择进化的，但为了防止意外，他们还是拿走了雷之石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说着最狠的话却又做着最温柔痴情的火箭队，还真的是可爱的反派角色，让人完全讨厌不起来。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2次经历，所以皮卡丘进不进化都无所谓了，毕竟现在的皮神就是完全体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啦。哪一只宝可梦最能让你们有所感触呢？